Hello， 大家好，今天是5月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昨天大幅低开高走，一季度 GDP 数据不佳，但却没有影响市场的继续上涨。而在经济数据的背景之下，目前的上涨其实是击鼓传花，所以当下的交易策略是多头上涨，获利要高抛，而空头则关注日线明确的转空信号。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我们先来看到本期视频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73期，阿哲照常通过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到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当前的美股方向究竟应该做多还是做空。阿哲会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讲解。第一是天量的阳线在本周出现，而后是吊颈线，也是本周的关键 K 线。阿哲同样会讲 K 线之外，还要看一下日线级别的支撑压力，以及在日内今天周四的美股盘中关键的支撑和压力。通过这4个方面，我们去了解当下美股市场纳指的情况。而当你看懂了纳指当前的方向之后，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阿哲会讲到以下个股标的的解析，分别会有特斯拉、英伟达、SQQ、阿斯麦、博通、苹果、Meta、MSTR、PLTR、谷歌、SMCI、亚马逊、台积电。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阿哲要提醒一句，如果您是今天刚看到阿哲视频，那么阿哲的视频当中解读的内容会比较多，标的分析也较多，所以视频呢一般时长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阿哲的建议是点击这个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3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阿哲把今天的所有内容都标记了时间轴，而对应的时间轴，您用鼠标点击之后，会迅速的来到相对应的内容，可以让您更加优先观看您最想要得知的那一部分地方。而这个设置可以让您更加快速的找到您所要关注的那一个点，希望以此呢能够解决您一些观看上的疑虑。而如果是老同学，阿哲还是建议您能够从头到尾认真观看，更加明白阿哲目前的观点。这里依旧的建议是，不管是老同学还是新同学，我们的第一部分千万不能跳过，因为指数的环境会深刻影响到我们个股的操作。如果指数环境目前并不适合做多，那么个股哪怕出现再多看多的信号，也尽可能忽略，亦或者仓位要偏小的去操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期视频的第一部分都会花很多的篇幅去讲解指数当下的环境，这是最为关键的一个交易上的考量。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有关于天量的阳线。在本周的市场当中，我们在前期视频是不是讲过这个吊颈线底下有一个量能明显的释放？而阿哲是不是有提到过，当成交量明显释放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趋势的改变，而趋势的改变往往会有2种。假设以上涨来作为举例，第一种改变就是转势，会将之前的上涨改变为震荡行情，亦或者直接就是反向的下跌行情，这是一种转势的变化，在放量之后时常会产生，也是大几率事件。另外一种股价的转势就是由之前的缓慢上涨变成加速上涨，亦或者是加速上涨变成缓慢上涨，这是一个我们说的另外一种转变。所以成交量的一个释放，就说明当前的趋势即将发生改变。在前期出现加速的一个上涨之后，目前在相对的高位出现了放量，所以近期出现了行情整体的震荡滞涨。目前价格的空间在4天的时间里基本上是震荡的，没有太多的变化，这是放量之后所产生的一种转折现象。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吊颈线当天这个阴线的量能放出来之后，在第2天还能出现更大的阳量，而这一天的量可以称为天量的阳线，也是阶段的天量，它基本上比前期几个月的时间的量都要大。而你能够在最近的这1年里找到比它还要大的量呢，是少之又少的。所以这一天可以称为天量的阳线，而天量的阳线说明在这一个价格产生了很大的交易量，有人在卖出，有人在买进，这里为一个分歧点。那么假如这个天量的阳线为资金大机构做卖出为主，那么这一天将是市场的出货现象。那我怎么知道天量阳线它是否是资金出货行为呢？你要关注的是这个阳线后续的走势。如果天量阳线后出现的是再次实体阳线能够强势站上这一根天量阳的高点之上，我们说价过天量前途无量。我们曾经说过一个口诀叫做价过天量前途无量。那么当有一根强阳突破，那么说明前面的这个卖出的手法并不是一个资金的出货，而是资金的进场。那么价格我们后续依旧看涨更大的上涨空间。
而反之，如果后续形成的突破并不强势，甚至都不突破，而是选择往下去收阴跌破或收盘跌破，那么这个位置则能够去验证它为资金出货的行为，那么后续则自然高点出现，后续这里是顶部后的下跌。所以天量阳线为第一个观察要点，这根 K 线和这个量能告诉我们这个区间很是重要，为多空之间的博弈区间，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的同学，观望点都在这根阳线身上。这是第一部分所要讲到的内容，天量阳。而第二部分讲到的就是吊颈线。吊颈线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一部分的内容，但是呢，具体确认如何去卖出去做空，我们没有讲到，所以今天做一个补充。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图板，在昨天11月30号的内部直播当中，阿哲有讲过目前当中市场的一个高抛的策略。如果您是参加了这些课程，应该知道阿哲所讲到的吊颈线的卖出技巧。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先把吊颈线的一个条件先看好了。吊颈线呢，一般是用在弱势反弹以及上涨强势物极必反的行情，一般不寻找下跌当中所出现的这种长下影线，这种呢不属于吊颈线。而吊颈线要满足，它需要有一个动作，就是盘中先杀后拉，出现了 V 型反转，而后在上涨途中吸引了更多的跟风盘去看涨。它的含义是，股价目前处于上涨，而盘中的一度下探、低开或下跌，都让散户觉得是低吸的机会，所以才出现上涨途中这种资金流出出货，而散户低吸买进，而盘中还能够赚钱的情况。当出现之后呢，我们要求今天的长下影线要大于2倍实体。这个行为说明今天的跟风盘力度是足够的，有足够的跟风资金在买进，撬动了市场当中的情绪。目前的市场是认为低吸能够赚钱的市场。而如果在上涨途中出现吊颈线，我们认为它要么直接容易见到高点下跌，要么后续出现的上涨往往容易是一种诱多行为。那怎么去确认它会诱多，亦或者它真的准备下跌了？会有2点来进行确认，这是上期视频我们所没有讲到的。第一点就是吊颈线的低点直接被收盘跌破，最好是阴线直接跌破，这是明确的吊颈线后出现出货行为。而第二种呢是吊颈线后没有直接下跌，而继续的上涨诱多，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见顶 K 线。这里呢有一种比较明确的见顶 K 线，就是今天收盘小于昨天的最低价格，亦或者大家可以看到昨天阿哲所发布的4月30号的盘前解析，阿哲这里有讲到，比如说负阴线、防守阴线，或者重新跌落大阳顶，亦或者是天量阳线低点被跌破，这些都属于在吊颈线后产生的见顶现象。而如果在吊颈线后出现上涨，而并没有这种 K 线，那么就千万不要随便的去做空，因为它往往说明诱多行情还没有彻底的结束。那么你盲目的去做空，容易打掉你的止损。而当下行情其实还没有出现，所以阿哲呢昨天盘前也再度的去提醒，当前的市场虽然我们看空，但不要轻易的去做空，这里千万不要着急去重仓的看空，你可以去埋伏一些弱势的股票，但多数大仓位还是要等待明确的下跌信号再去看空。可能仅通过图案和这些图例，您无法太明确阿哲所讲到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实际行情当中也可以去看一下曾经的吊颈线见顶的现象。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的这一轮行情下跌日线图表，而在图中呢，这种白色的 K 线它其实就属于吊颈线，像这一根就是当下行情最新的吊颈线，那么曾经呢也多是在这个高位出现过。比如说这里出现了一波股价震荡行情当中的上涨反弹，那这里呢是一个吊颈线，吊颈线之后怎么判断后续真的明确这里是出货行为？那么就是把它的低点跌破，以及这根吊颈线它的低点被跌破。那你会发现在吊颈线之后是没有出现再次的诱多的，而是顺势下跌的。那么在这一根阴线产生之后，你就明确了这一波位置所产生的吊颈线确实明确是一个看空的信号以及资金出货的现象。那包括前期这里的上涨，它也是吊颈线，吊颈线后还有诱多的行为，那么诱多行为最后以一根负阴线所结束，那么这个位置就属于在诱多行情当中的一个见顶 K 线。包括前期这里股价上涨有一个吊颈线，吊颈线第二天就是大阴线破位，所以呢这里开始我们说市场走为下跌，走为空头。那么像这种下跌途中的吊颈线呢，就不作为观察对象，我们更多看的是一个上涨反弹所产生的。而目前的纳指其实最近2天虽然走势都是低开高走低开高走，但是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阴线的产生。如果今天能够出现
高开低走，亦或者是下跌的阴线，阴线实体能够超过阳线的一半等等 K 线，那么可以作为一种看空的条件，或者说市场在诱多行情当中结束诱多的条件。而相对更加准确的一点，你也可以看到天量阳线的低点也都可以。当股价出现天量阳线和吊颈线后，如果天量阳低点被跌破，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空头明确的下跌信号。而当前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目前是看空，但是还未到做空的时刻。我们在明白了天量阳线和吊颈线的应对策略之后，接下来看到空间方面。目前阿哲所画的空间呢，和昨天盘前所公布的一个压力位有所改变，因为昨天市场结构上出现大幅低开，所以结构有点改变，所以阿哲呢重新去规划了一下上方的一个压力区间。其实整体上方的压力区间，也就是集中在这样的一根阳线的高点附近，它的长上影线附近。如果纳斯达克当下出现了吊颈线之后产生了诱多行情，我们不知道何时会结束，但只要它的收盘价能突破天量阳线，并且站在左侧的这一个2个压力位之上时，我们可以说它哪怕是诱多行情，但是它的上涨空间依旧会打开，那么目标位将会放在107日均线的回归。所以在赶往170均线之下，它目前面临一个压力位，就是 17703.2 和 17630.84 所形成的一个压力区间。如果股价在5.1想要见到一个高点，见到顶部回落，那么阿哲这里去规划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排除掉最为强势的一根强阳线出现突破，而后赶往170这种极为乐观的情况之外，另外一种是比较可能出现的，就是市场在今天出现上涨，但这个上涨呢是带有一些长上影线，亦或者是小 K 线的阳线实体，那么它将会构成在相对压力区间附近形成的三阳小顶结构，以及对于天量阳线的突破无效。那么这种情况下没有形成对压力位和天量阳线高点的有效强势突破，那么这里将形成高点，容易呢在后续以确认阴线出现之后展开顶部后的回落，这是一种容易见顶的情况。今天为小阳线，亦或者是10日线小阴线在压力位附近产生，这是在顶部产生时我们第一种所去预判的轨迹。那么第二种呢，我们就需要去结合左下角现在标普500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键点，标普500左侧的高点在这个地方，而纳斯达克指数左侧的高点大体在这个压力位附近。而最近呢，为什么指数跌不下来？是不是很多个股的财报，主要是科技股的财报出现了一些超预期利好，所以市场基本上难以出现下跌。所以当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它的走势，它的扛跌能力会比标普要更强一些。从昨天的下影线，你也可以看出，昨天标普呢跌的会更加深一点。那么也就是说，对于左侧的高点，如果今天能够顺势的出现上涨，那么进行突破。而排除掉强阳突破之外，如果今天是一根带有上影线突破左边高点，而标普呢却并没能够在今天出现突破而走出冲高回落等等的局面，也就是纳指股价能够创出左边阳线的新高，而标普却并不能够创出左边这个高点的新高，那么就会形成用两指数背离上涨不同步的局面，那么顶背离将再次产生。所以这呢也是在5.1我们认为能够产生高点而后见顶的一种轨迹。关于这一部分内容，这两条轨迹我们可以在市场当中跟踪时去看它是会出现哪一种。阿哲呢认为出现顶背离的现象，以及今天出现弱势 K 线小阳小阴长上影或冲高回落的概率会远大于今天继续维持强势上涨突破，并且顺便还有效突破天量阳高点这种情况。出现强阳突破则往170空间去看，除此之外走弱的 K 线产生则容易在确认阴线后出现回落。这就是以上阿哲对目前的美股指数的观点方向的一个研判。稍后呢，我们也会讲一下在日内如何去关注它的支撑和压力位。而关于每天的盘前观点和每日的内部直播课程，如果您想要收听和领取的话，那么后续阿哲也会找时间告知各位如何去领取，大家可以认真的收听本期视频。如果以上所讲到的天量阳线、吊颈线以及170均线前的日线压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引发您的部分思考，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里，可以为阿哲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
如果您是频道的老同学，那么在时间相对充裕的情况下，也可以点开视频底下的评论区，打开评论，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亦或者建议。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而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今天才刚刚看到阿哲的视频，那么阿哲希望大家在观看视频学有所获的前提下，可以点开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开之后呢，会显示已订阅。那么这个已订阅则说明你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同时您可以把全部铃铛都打开，那么未来阿哲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观点在发布之后，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您来观看，您来收听，您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内容。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和订阅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指数的一点，就是日内的撑压。今天周四日内关注的重要压力和支撑位是哪一些？阿哲会在这一个小点当中为大家去告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呢是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每天的盘前解析，阿哲都会把日内的预测高低点告知各位。我们现在看到左边这一个图板的文字，在上方呢就是刚才所讲到的一些内容，这里呢就不再次重新的去提了。我们看到下方这里，下方所给到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特斯拉以及英伟达每天盘中的支撑和压力位，这是日内的撑压点位。你可以直接呢以此作为关键日内压力支撑来去看待，同时你也可以按阿哲这样的操作方法，在 K 线上进行表示。目前你所看到的 K 线是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有一些 K 线的颜色，比如说这一根 K 线底下是一个红灯，这个红灯代表的意思就是阿哲在盘前所给到的预测支撑点位今天被收盘跌破了，那么就说明它会是一个红灯，它则意味着市场当中的空方是很强势的，在熊市当中特别小心红灯的产生，一般后续还有下跌。而如果市场在下跌一段时间之后产生了绿灯 K 线，它就说明阿哲盘前所给到的那一个压力位被收盘突破了，那么则意味着股价在空方的市场当中出现了多头转强的现象，那么注意反弹的产生。像最近的这一波反弹，我们是怎么去把握的？当时用到的就是红绿灯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买点，在这一天出现了红灯之后，第二天如果立马就转为绿灯，就说明是一种由多方极弱变为多方极强。昨天的空头强盛则是一个假象，那么今天的多方强势则作为一个买点，这种叫做物极必反、多空转折的位置，就容易构成我们的一个绝佳的短线买点、看涨点。它只要第二天不是立马又转为红灯，那么未来不管是绿灯还是无灯都能够看涨。所以在最近的行情当中，我们有讲过，如果您目前根据红绿灯来操作，那是不是在前期的红灯转绿灯之后看涨，而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出现一个明确的下跌信号？红绿灯呢，可以作为阿哲所提供的技术当中最为明确的右侧信号，它有时候可能会偏晚，但是一旦出现，往往就说明确实是明确的上涨，亦或者明确的下跌。而昨天最新的大幅低开高走的 K 线，它没有红灯也没有绿灯，说明这一天依旧是股价惯性的上涨。而我们一直等待许久的红灯 K 线当前还是没有产生，所以依旧关注每天盘前的预测高低点。像我们今天周四盘中要关注17465.08，它作为今天的预测高点。如果今天收盘能够突破，并且最好是阳线突破，如果是阴线、长上影、小 K 线突破，就相对来说不太好，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最好关注阳线实体较长的这种绿灯更加有效。所以今天如果突破这个价位，就会出现一个绿灯 K 线，说明上涨动能依旧在延续。而假如今天收盘价跌破16940.79，那么将会出现红灯 K 线。上涨时，特别是连续绿灯后的上涨时所产生的红灯，则千万要小心。像之前股价反弹出现红灯，虽然不是最高点产生，但是一旦出现，说明空方很强。像股价反弹出现红灯就要小心了，空方开始又变强了。出现反弹而后出现红灯，那么空方将开始再次变强。所以目前依旧是上涨强势，那如果再次有红灯产生，就说明击鼓传花的过程到此应该要告一段落了。那么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红灯的出现，今天大概率应该也不会出现红灯，所以在本周以及在下周未来这一波反弹当中，诱多行情当中，我们要去关注何时有红灯 K 线的产生。而每天的点位其实都会不断的改变，如果您想要及时的每天都能够看到，
那么阿哲建议大家能够在今天观看阿哲视频之后点击订阅，因为只有今天订阅的同学才有机会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免费收到这一条短信。现在阿哲教一下大家，如果您是刚订阅的同学，要怎么去领取呢？很简单，您在订阅之后打开视频底下的评论区，而在评论区当中，阿哲有发了一条置顶的评论，在置顶评论中点击那一条链接，您会找到助教老师。那条链接呢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而找到助教之后，您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盘前解析的盘前2字。发送给他之后，他就会知道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并且希望未来一段时间能够每天盘前收到阿哲的盘前解析。在这条盘前解析当中，阿哲所讲到的这个盘前观点一般不会太过复杂，所用到的技巧都是阿哲在公开的频道以及内部直播当中所分享的知识点。您通过盘前解析能够时刻关注阿哲的技术分析在市场当中的一些研判的标准和所使用的哪种方法，可能对于您的学习，对于您的技术分析的进步会更有效一点。而同时，对于订阅观众，我们不仅仅只有盘前解析，因为盘前解析呢，往往它只是一个文字，而文字呢，它的一个学习效果是相对一般的。您想通过一些文字就能够提高您的交易水平，一般来讲，阿哲觉得是不太够的。所以对于订阅观众，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些福利。除了最基础的我们每天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之外，还有专门作为学习和答疑的粉丝学习小组，以及用于进阶知识学习的内部直播课程。如果您想不局限于每天的盘前解析，还想要更多学到一些知识点和一些老师在收盘之后更加及时的复盘的视频和知识的讲解，那么您可以更加关注另外2重福利信息。不过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粉丝群组我们一般人数是有限定的，不是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加入。那么这一个限定的条件就是您必须要真的有时间能够花费在学习之上。那么阿哲要怎么确认您是这一类同学？很简单，您只要能够花时间听1节内部直播课程，完成1次我们老师布置的课中作业，那么您再把作业交给助教老师批改合格有效之后，他就会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粉丝专属的学习小组当中了。而假如您是没有时间学习，您都听不了课程的，您就只看盘前解析也是 OK。 关于这3重福利，就是对于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所准备的。感谢您在首次见面之后就能点击订阅，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我们在每一周都会有主题班课，而每周的主题班课一般是4到5节。像本周4月29号到5月2号，就是准备了4节内部课程。我们会讲到在当下行情如何狙击龙头，进行低吸、高抛、套利和选股。在昨天高抛的策略当中，阿哲就讲到有关于当前市场的做空策略，用吊颈线如何去确认市场的出货行为。如果您是今天才刚刚观看阿哲的同学，那么可能前3节课程已经结束，您可能错过了直播的课程。但阿哲想说的是，如果您真的愿意学习，你可以找到助教老师领取前3节课程的直播回放，而每节课程都会有回放提供，您可以去专门学习当时对于行情的研判观点和使用的交易技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花更多时间在视频和直播的学习上，而盘前解析只是作为实战当中的辅助内容。那么明白了以上对于指数当前的观点之后，那么个股上我们开始来着重讲解。第一支标的我们会讲到特斯拉的空间层面。目前呢，我们所看到就是特斯拉的图表。特斯拉在市场的走势当中一直维持了一个震荡，最近虽然感觉市场上涨很强势，但其实也是对于前期的一些股价走势有一个复刻而已。像之前出现了这一个价格形态反转的动作之后，我们就鉴定了有一个支撑位是很重要的，叫 229.201。 这个支撑位呢，目前为止没有出现有效的跌破，而每次的特斯拉在跌到这附近的时候就会产生做多的时机，1次2次都是如此。而震荡行情它同样也有一个上轨，这个上轨就是 287.13， 每次股价在下沿出现反弹之后，是不是就在 287.13 产生了一个明显的阻力，而截至目前为止是没有突破过的。最近的这3次的反弹，要么是没有到 287.13， 要么是到了但是不能突破，亦或者是最近的突破但是不能站稳。所以目前的特斯拉还是没有摆脱这种震荡的局面。目前关注一下特斯拉的高点的压力 287.13，
那么这个位置它除了有287点以上的压力，同时也有170天均线的压力是比较靠近的，所以这个区间可以说，如果多头在此已经没有继续上涨的动能，那么这个空间就是特斯拉本次反弹的高位空间。所以在这里，如果继续去看涨特斯拉，除非你做的是日内，不然的话，日线上性价比是不高的。不管这里是涨，亦或者是跌，在有效突破这一个夹角的空间压力之前，我们都认为这里去做多不是一个日线上比较好的交易策略。而这呢，是阿哲对于空间上对于大家的一个告知，目前临近一个高位的风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资金和动能上如何解析当前的短线的特斯拉交易。当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主窗口是动能 K 线，中间是 BBB 资金，而下方是龙头引力的空间涨势。从底下的龙头引力，我们也看到，目前市场特斯拉还在一个熊市的序列，所以在熊市反弹当中，进入到了龙头线的50轴附近，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反弹的高位。而再看到下方的 BBB 资金目前在连续的流进之后，出现了流出的 K 线。我们说流出 K 线产生这一天就是关键点，它的低点如果被收盘给跌破，那么这里将是高点的更加明确的信号。同时的是，我们在看到本次的上涨，其实指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一根红灯，而特斯拉已经提前出现了红灯。当市场如果还没有明确下跌，而特斯拉提前出现，那么类似于这种个股，其实就说明了它是比较弱势的。在稍后讲到第三部分，我们会说到一些个股，比如说 SMCI 在大跌之前，其实也出现这种弱势的表现。所以特斯拉在空间上，我们知道相对的高位，而在价格上的动能 K 线已经出现了调整的信号，比指数更早一天出现，说明资金呢更多的往特斯拉流出，跑到其他个股。所以特斯拉如果还是看涨做多的同学，到这一天你要注意了，它和之前不太一样了。所以目前价格走势关键的 BBB K 线是这一天，在股价出现一根阳线，把这一根 K 线的高点突破之前，那么这个区间都为反弹，而如果再次的阴线把它给跌破，则确认高点的形成，后续看跌。同样的，因为它是个红灯 K 线，所以已经可以构成这波上涨当中熊市的看空的条件，为首次的空头进场点，止损位就是这根 K 线的高点。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需要看到另外一个信号，因为我们说过红绿灯有一个买点，这个买点就是红灯的第二天立马转为绿灯。所以股价呢，特斯拉如果你是想要去做空，你要小心一个位置，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今天立马走为绿灯，那么自然而然它不符合做空点，它已经要达成空头的止损，并且多头再次的看涨。所以当下我们注意了，今天是否会构成再次的绿灯形成买点呢？你要关注今天周四盘中特斯拉的支撑是269.635，它的高点压力形成绿灯的条件是要收盘突破283.305，而昨天的最高价是284.45，基本上呢就是这个高点附近的区间。如果今天收盘能够是反包，基本就是一个绿灯。那么对于特斯拉，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策略规划，就是股价在这根区间中，我们可以去埋伏空单，但是只是试错的空单。如果股价出现了突破，只要止损；而在此之前的反弹都只是反弹，价格再次破位，则可以继续的去加空。以上是对于特斯拉当前的一个策略制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英伟达，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英伟达呢，当前所面对压力是109.5，之前价格从低位止跌反弹，是不是也到了这个109.5，出现了无效的突破而后回落？那么最近这波反弹也到了109.5，而后突破一天，后续3天都是没有站上的。所以当前的英伟达在这个位置上109.5还是没有出现有效的突破，那么就要注意了。这里在空间层面上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做多点。如果今天出现上涨，那么继续的收根阳线起来，那你可以继续往上去看，看到116。但如果今天是收出一个冲高回落或长上影线，在109.5这里产生，那只能说是一个反弹再次确认压力的有效，那么注意后续的下跌。所以这是空间层面上英伟达要注意的点，109.5作为一个分界线。接下来我们看到动能和资金层面，
在价格图表中呢，我们所看到英伟达当前是连续的3天都是无灯的状态，但它比特斯拉好一点，因为它昨天呢大幅低开高走是没有形成红灯的，所以当下跟指数整体是同步，没有说太弱为指数，它没有出现红灯。底下的 BVD 资金是不是出现了转为红色的流出？那么转色了，就说明这一天是关键的 K 线，跟前期这一波连续流进后的流出是一样的。价格的走势这一天如果有支撑，或者说跌破之后并不是有效的，那是不是整体还 OK 啊？而现在这个动作就跟前期这个流进的过程当中是一样的，这一天流进后的流出，如果出现无法止跌的状态，而是跌破，那么我们就要关注到下一个关键点，就是下穿 K 线。所以一个股价下跌时有2个地方容易有低点变盘，一个是连续流进后的流出的首根，以及在出现下跌时下穿的这一天。所以一波下跌一波上涨有这2个关键点，你看好之后对于行情整体就会有一个判断。当时呢没有以首根的流出见到低点，而是以下穿见到低点。如果在一波下跌当中连下穿 K 线都被跌破，那么就是彻底的要走出下跌了。当前呢也是出现了上涨中的回调时的首根流出，那么它的低点作为防守。如果低点都会被跌破的话，那么是不是下一个位置要找到下穿 K 线去看变盘？而当前在这一根 K 线出现大幅的低开高走，那么这个动作下，我们看到今天是否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突破它的高点？如果突破，则继续看涨往前高去看。当然，这个突破呢不能够是无效的，不要出现高开低走，不要出现长上影线，要一根比较 OK 的阳线会比较好，否则突破的有效性也是要去考虑的。这里要注意是否会形成绿灯，因为如果股价在连续绿灯之后出现太过于长时间的无灯状态，其实也说明多头的动能是减弱的，而且持续的时间越多，会越容易呢出现红灯。所以当前走势已经连续3天是无灯了，今天如果不能再转为绿灯，其实也算是一种不太好的现象。我们看到今天的股价走势，今天的预测日内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 104.08， 高点的压力是 108.92。 在价格走势中呢，特斯拉形成了做空的点，而英伟达目前是没有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SQQQ， 目前是 SQQQ 的空间图表。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过下方的2条线，或者说是它的抄底的区间，是在 30.55 以及 29.46 这个区间，目前是还没有碰到。但当前呢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股价出现了1天2天跌破170天线之后，目前还是往下跌破了一下，所以这个跌破是否有效，目前已经是偏向于有效。如果有效跌破，那么下方的下跌空间是比较多的。那为什么还要定义这2个支撑呢？就是怕它出现的是一个假跌破。如果假跌破，那么这2个区间就不会跌破。所以目前呢，我们一直说它处于单边的下跌，你的买点一定要等什么？上期视频我们说买点也要等一个收盘价把它突破的 K 线，突破谁呢？突破这一根阳线的高点，但是当前为止没有突破。所以日线上呢构不成一个买入条件，我们一直在等待做空的机会，但是纳指呢还在出现上涨，所以 SQQ 呢目前还在惯性的下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买点。这也是为什么阿哲所说的看空，但是不要轻易的重仓的去做空，因为又多的阶段市场当中你不知道它究竟空间有多少，所以我们有一个误差的范围，阿哲就定在了 30.55 和 29.46，作为本次下跌破位之后可能作为假破位的误差的范围。如果价格能够在这个区间之内止跌出现下影线，那也可以再次的关注市场当中后续的做空的机会了。这是空间上所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在动能 K 线上， SQQ 在前一天4月29号是红灯 K 线，价格再次的转强下跌，而在4月30号呢是无灯 K 线，说明没有进一步的往下去大跌，底下的资金有连续的3天的流进。而我们说过，股价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是不是也可以作为关注的点？而目前这根 K 线的高点没有突破，低点好像要被跌破了，只是跌破的幅度呢还不是特别的有效，特别的强。
所以当前如果这一根 K 线的低点被跌破，那是不是股价我们继续往下去看那2个空间能不能撑得住？如果撑不住，那么就是继续的下跌了。而继续的下跌，关键 K 线就是在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曾经出现了连续流进的流出 K 线出现了一个高点。那么这一次如果这根变盘 K 线不能撑住，那么下一根 K 线就要看它是否能够止跌。所以当前的 SQQ 呢，虽然我们在左侧判定目前市场有做空机会，但是 SQQ 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一个特别好的日线的做多点，所以买点不明确，就继续等到有关键 K 线止跌为主。那么像今天大概率绿灯也不太容易形成，但是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参照的点位。今天的预测高点是 32.36， 预测的低点是 29.47， 关注这2个点位。如果股价收盘跌破 29.47， 那么出现再一根的红灯，那么要小心。以上就是我们所讲到的第2部分内容，关于特斯拉、英伟达、SQQ 3个维度的分析。那么这3个标的，我们是每期视频都会作为重点的解析。而第3部分开始，我们会进行行情的快报，主要呢做一个简单的讲解短线的策略。第一只标的，我们看到阿斯麦。现在我们看阿斯麦的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上，股价的走势也是还没有红灯的。那有同学说，阿哲这个不是红灯是什么？它这是一个红色的箭头，它的含义是今天这一天预测的高点和它实际的高点是比较贴近的。这种信号一般是一种变盘的信号，就类似于前期这里股价反弹出现这种红色的三角。但一般阿哲就不重点去讲了，我们就看红绿灯就行了，不用搞得太过于麻烦。现在的市场出现了一个上涨，是绿灯为主，它是不是也没有出现红灯？当前的股价只要没有出现红灯，就说明整体还不算是最弱的那一批股票。那么你就会知道特斯拉整体是不是有点走弱的痕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前面看到特斯拉有红灯，我们说它的走弱的痕迹是比较明显的。而阿斯麦呢是目前没有红灯。那没有红灯，我们来关注一下底下的关键 K 线。关键 K 线是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是它的低点还没有被跌破，而它的高点也还没被突破。所以这呢作为一个观察的 K 线，如果收盘收阴跌破它，那么哪怕没有红灯也要小心高点的形成。而收盘价如果能够把它突破，那么就继续看到更高的空间，这里就还不是高点变盘。其次我们再看到底下是不是还是保持在50轴附近，所以目前呢依旧属于空间上反弹空间较为高的地方。而我们的红绿灯你要注意会不会产生继续的无灯状态，因为无灯状态已经连续4天了，这不太好，最好能够出现一根红灯或绿灯，明确一下方向。那么今天股价的预测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 659.77， 高点的压力是在 677.81。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AVGO 博通的走势，昨天是一个绿灯，是不是昨天能够走为绿灯，已经比大部分的个股都要有所强势了。底下的龙头引力告诉我们，这里已经到达反弹区间的高位阶段。而底下的资金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天是一个转色 K 线，转色 K 线是10日星，所以效果会极佳。它会不会是高点变盘？看一下它的高点和它的低点，目前它的下沿没有被跌破，上沿也还没被突破，所以关注一下这一个价格区间。如果出现博通收阴跌破，那么是不是高点就成立了？在资金方面只要看跌了。而今天会不会产生绿灯后的红灯，也作为关注的一个对象。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低点的支撑会在 188.245， 高点的压力是在 197.425。 千万不要出现绿灯后的红灯，出现就直接作为空方的进场点。而因为它昨天是绿灯，所以整体比大部分个股还是不错的。那么这种标的呢，目前不作为做空的首要选择。阿哲只是说，如果今天有红灯才作为做空点，但是今天的红灯概率是不太大的，除非整体市场出现风险释放。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苹果的走势又出现了一个红色三角。在股价出现连续的2天绿灯之后，是不是目前为止连续5天都没有红灯？我们说过，连续的无灯状态其实说明本次的一个趋势方向是很容易被改变的。因为如果是有绿灯，那么后续无灯就说明它一直只是延续的前期的动能在走而已。这个惯性它不加速，它不再次加油的话，它是很容易会转向的。
所以它越是多的无灯状态，就是对于本次的趋势越大的挑战。所以这个地方苹果是越往上走越危险，这种连续的无灯也类似于诱多的行情，所以苹果呢不做一个相对不错的做多的标的，而它的变盘 K 线是这一天是吧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那么这根 K 线的高点目前略微突破，但不是特别明显的突破，所以不作为有效的突破，低点为支撑，这一天依旧作为关注对象。如果今天收盘收阴跌破，在资金表现上为高点变盘确认，而假如再次出现红灯，那么我们也更加确定，那么苹果这波高点就在这里出现了。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点位，低点支撑是 209.585， 高点的压力是 216.495， 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个股是 Meta 也是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而伴随的下方是一个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在前期出现了连续的绿灯之后，最近呢2天无灯，而后产生红灯 K 线。那么红灯 K 线的产生也意味着空头昨天是出现了较强的一个反应。而我们再看到它底下是不是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资金，那么这一天为变盘 K 线，而回调过程当中有2个信号，2个价位是容易变盘的。第一个就是连续流进后的流出，那么因为前面提前下跌了，那么这个位置因为有流出，所以是容易形成变盘低点，但是它只是可能，我们需要去确认。怎么确认呢？就是它的高点会不会突破，突破最好是强阳，亦或者是实体阳，不要是略微突破，或者说高开低走。而假如它的低点并没有支撑，后续被跌破，那么是不是要看到下一个变盘点，就是下穿 K 线的那一根 K 线。目前的 Meta 在本轮的反弹当中，因为前期跌得比较厉害，所以它这波反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跟上指数的脚步。很多个股呢已经是突破了左侧大阳线的高点，走过了很多压力位，而 Meta 目前还在受到前期的阴线的一半的压力，以及阴线的高点的压力，所以受到此处的压力的压制。所以当前的 Meta 呢，它不作为目前的一个特别强势股，特别它昨天还是有红灯的情况。结合它所出现的红灯，说明这一天它的下跌动能开始有点变强，那么要小心了，后续是否会延续？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股价的动能表现，如果昨天是红灯，而今天能够转为绿灯，其实在动能 K 线上是不是一种买点？而在股价的资金变盘上，也可以构成一个低点。所以如果你说阿哲，我目前想要做多，而且我经常关注 Meta， 那是否能够看呢？也可以看。但仓位上呢要有所控制。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低点支撑是 529.45， 高点的压力是 549.05， 关注这两个价格。今天如果收盘在 549.05 之上，而且如果是阳线，要一根阳线出现，那么可以作为一个买点。而如果产生的绿灯 K 线并不是一根阳线，而是十日星亦或者是假阴线，那么最好还是再观察一下。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MSTR 目前所处的股价走势是偏高的，因为底下的龙头线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预警的区间。那么在这个区间当中呢，就属于股价上涨当中的一个高位。前期呢下跌时所出现的低位，到目前上涨时所出现的高位，所以在不同的位置，我们做不同的一个事情，有不同的一个偏向。在位置偏低时呢，可以去以做多为主。而在位置偏高之时呢，我们就找做空机会，以或者是高抛为主。在前期视频当中，我们讲过，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吊颈线，而吊颈线之后上涨以诱多来去看待。那么现在我们等待一个下跌信号，但是依旧没有出现。这个信号呢，可以有很多种，最为明确的可能就是红灯 K 线。底下资金已经连续的变化，所以当前呢不作为一个比较有效的变盘点的信号去看，我们可以关注何时会产生红灯，这一波诱多何时会有结束。在此之前，依旧不要盲目的去提前去看空，我们要找到具体的有效的信号。那么今天最新的预测高低点，红绿灯的涨线，低点支撑是 360.445， 而高点的压力是 382.055， 关注这两个价格。在本次上涨当中，它其实一直都没有出现一个红灯 K 线，所以这一波低点的上涨到目前为止，等待红灯的产生结束这波行情。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PLTR 整体表现也是强势，
而它整体的空间表现上，而它整体的空间价位上是比 MSTR 是要略低一点点的，它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危险区、预警区，它还处于一个相对的中高位，还没有到高位。而价格的资金下方是出现了一个流出资金，所以昨天为关键的 K 线，同时它已经连续3天是无灯状态，前面有4天是显示绿灯，而后最近3天是无灯的。那无灯状态产生之后，你在关注底下的变盘 K 线，所以当前的 PLTR 来到了一个选择题的位置，这里是选择延续突破向上，还是拐点转向向下？所以等待一根收盘价跌破它的 K 线产生，你可以认为 PLTR 这里要转向。我们也可以看到预测的高低点，今天关注低点的支撑是 114.49， 而高点的压力是 122.73。如果今天依旧选择突破，并且还是绿灯的话，那么就延续继续的看涨，还没有到结束的位置。假如今天是收出红灯，并且收盘已经是跌破了关键 K 线的低点，那么这里就是高点形成的第一个条件。现在这个股，我们看到谷歌的走势已经是在前面10月28号时就提前走出了一个红灯，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个股，因为很多股票在2-3天前是没有红灯 K 线的，还保持强势，所以谷歌属于提前有资金的流出。这一天呢，底下是不是也是资金在流出的？但目前这根 K 线的低点是有支撑，还没有被跌破的，所以这个高点的确立还不是很明确。但从动能 K 线上来看，这个位置是绿灯，这一个位置是红灯，绿灯之后立马转为红灯，所以这个地方依旧是往下去看，直到有绿灯产生，可能才不去看跌。但目前是没有绿灯，所以依旧保持向下的看空的方向。假如能够来一根阴线把这个低点跌破，那么就更加进一步能够去加多空单。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是否会形成一个空方的信号，红灯会不会再次产生？今天的价格走势预测低点是 156.913， 高点的预测是 161.132。关注这2个价格，如果红灯再次产生，是不是空方可以再度的增加筹码？我们再看到 SMCI， 有同学说上期视频看到阿哲所讲解的内容之后，确实产生了红灯，而后及时的卖掉，逃到了一个高点。那么这一点呢，阿哲也感觉到很高兴，至少对于很多同学可能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帮助，规避了一些风险。那么股价在上涨时，是不是出现了连续3天的绿灯，而后2天惯性的上涨？ SMCI 在这个位置出现了红灯，这一天的红灯，它其实指数当时还没有出现，指数当时还在延续惯性的上涨，它提前出现。那么这种提前出现红灯，就大概率说明资金在这一个股票上流出的程度大于很多其他的个股。那么这种股票提前红灯，就说明大概率为弱势股，虽然不一定是100%，但是大概率事件吧。所以一旦产生你前面有所获利的情况下，就不要恋战了，及时的获利兑现。股价这一天暴跌，至少就能够逃过一劫。那目前红灯是保持，而关键的流出的一个资金，是不是关键的 K 线变盘也被跌破了？所以这个高点呢是确定有效的，肯定是有效的，因为这一天已经大跌那么多了。而短时间大跌之后呢，它出现反弹也是正常的事件。当中反弹的空间，我们因为关键的 K 线已经跌破，所以未来它总是要去试探另外的一个变盘点，就是底下的这个零轴资金。因为在第一个变盘出现跌破之后，那么惯性下跌，下一个就要去找到下穿 K 线的低点，就类似于前期这里也是以下穿 K 线作为低点的成立。所以当前的 SMCI 我们暂时不能够随便的去抄底看它的反弹，关注一下有没有可能今天形成绿灯呢？如果红灯之后立马是一个绿灯，那也不是说没有机会。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点位，高点 31.93， 低点是 28.713， 关注这2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亚马逊的走势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红灯 K 线，所以整体呢也不能说走得太弱，但还是有一点，就是它是一个无灯状态，并且保持了5天时间，是不是跟苹果是相同的时间？所以在这种上涨当中出现了连续的无灯，就说明这个动能走势已经是很弱了。
它随时有可能会出现红灯。那么在此之前呢，它要提前走出绿灯，才有机会摆脱这种困境。而底下的关键 K 线呢，是这一天为变盘，第一点是不是没有跌破？那没有跌破，当前能不能突破呢？就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在这里产生再次的启动了。今天的红绿灯在何时会产生？我们关注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178.535， 而高点的压力是 184.735。如果今天能够产生绿灯，并且突破它这里的高点，最好不要在这里受压，我们可以认为这里重新出现上涨动能。最后我们看到台积电的个股走势整体是保持强势的，因为在目前的上涨当中，它的绿灯是比较多的，比指数要多一些。它是不是出现了5个绿灯？中间有2天停顿，但是没有出现红灯。关键的 K 线呢是这一天的低点没有破，高点被突破了一下，虽然不是很有效，但至少是不是突破了？所以台积电的走势整体最近的调整是比大部分个股要强势的。如果你说阿哲目前击鼓传花在没有结束之前，我是否找到做多的个股？是否我们应该去找到类似这种比指数可能还略强一点的？那么这种个股呢，更加不容易，可能突然之间出现大跌，所以做多哪怕短线去看多，是不是风险性在当下也不是算特别高？我们只要小心在绿灯的运行当中，不要突然之间出现红灯就行。所以当前我们需要看到一个关键的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164.22， 今天不要突然出现红灯，那么这里就依旧保持看涨。而它会不会今天继续出现绿灯呢？高点的压力是在 169.39， 可以看到这2个价格。以上就是5月1号今天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内容，感谢大家的观看，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特斯拉目前走势有点偏弱，那么是否要进行空方的布局呢？大家在收听本期视频之后，应该有所策略的制定了。当前美股的整体上涨，虽然目前依旧维持看涨，但是已经是处于击鼓传花的末尾阶段。希望大家不要在此阶段盲目的加仓看多，甚至重仓看多，等待明确右侧的确认下跌信号，而后找到时机做空方的方向，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